我每次找这些高管，我都是像拜土地公、土地婆一样的心态在拜，因为你讲一句，他们有时候会讲3句、4句，那你都要忍下来，真的，你一定要忍下来。你要的是跟你不一样的人，他的长处你没有的，要产生共识、产生认同，这绝对没有那么容易的。你一定要小善乃大恶，就是说，他犯错的时候，一定要很具体、清楚的告诉他，你这样敷衍他，你安抚他，其实他不会警觉自己有不足的地方。那大善事无情的时候，如果他有60%的资质，如果你跟很具体的告诉他说你这有什么问题干什么的时候，他如果能改，他的搞不好以后的发展是70、80分，你知道？所以这是被要求出来，因为公司的成长现在只有最好的、最强的才能活，一般般的会死得很惨，你知道？这是一个充满变动的年代哦。当 AI 改写未来，供应链重新洗牌，有一家伺服器公司却在剧烈变局中一步步走出自己的稳健道路啊。它的名字是清晨，那背后的创办人是陈美琪。从创业到经营，从产品到团队，从台湾到世界，一路脚踏实地做对的事。那所以呢，我们今天不只是谈一间企业如何成长，更想知道在这么快速变化的年代里呢，一位经营者怎么判断方向、培养团队和世界对话？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看《破风者》，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天下杂志的共同执行长及内容长吴婉瑜。那今天呢，邀请到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同学，是勤诚兴业的创办人陈美琪哦。然后他有非常多好的故事，怎么从中小企业一直做到现在大概是200亿的公司哈，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们欢迎勤诚兴业的创办人、董事长陈美琪。嗨，观众好，大家好，我是勤诚兴业陈美琪，大家都叫我 Maggie。像勤诚在2024年交出很漂亮的成绩单哦，不止营收145亿，而且 EPS 16.5，几乎是我认识 Maggie 姐20年以来就是最好的成绩。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吗？勤诚去年刚好是42年，我想这都是40年累积的，我们就从42年 IBM 的 PC 机壳一路做到现在，那都是随着客户市场的变化，我们就转型，都做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东西，大部分是做自己的标准品，然后再做差异化，服务不同的 SI， 那也都跟着客人的转型，因为 PC 价格竞争的时候，客人转到 server 的应用也变成到 AI， 那我们就是跟着这个趋势，跟着客人的转型，而且有一个关键，我们不难的事情不做。做比较复杂的东西，我们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做，你知道，然后把它变成标准化，这是我们的弹性韧性，你知道。那再加上过去的10年，我们在台湾又设厂，然后又碰到一个很好的顾问，我们开始学方法论，你知道，就有一套系统可以开始来做。所以这应该来讲，市场选对，趋势选对，团队有一些磨合，而且有一些准备，他们的准备是比较系统化、比较精实的做法。那趋势来了 ，AI 来了，我们就这样，就跟不同的客户就这样成长。有时候那个趋势来是对每个人，但是刚好勤诚可以抓得住哈。我刚刚听到一个关键字，就是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系统化，可不可以再把这个说明一下？就像早期在我们30多年前开始做 IBM PC Compatible， 大家都是做 OEM 的，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工厂，我们他们都是自己研发、委外设计。自己投资模具，我们就会跟客人讲，都是每个国家前3大，你的公司的标准色是紫色，我的模具就会帮你开有个活动模，可以设你的颜色。我们是主动出击，告诉客人，帮客人创造差异化跟价值。我们曾经一个柜子里头，40尺柜子有17种不同的 SKU， 同一个客人面板有5种不同的面板，我们帮客人这样做这种差异化的服务。那一般的代工厂他们都不愿，所以当时我们都是委外生产冲压的，然后拿回来，我们自己有组装线，我们自己塑胶射出，因为大家不愿意做500、1000或是50、100，你还要网印、贴纸什么这些，我们全部拿回来自己做。如果是大客人，一个张订单如果是50万，那个价格一定是扎到谷底。但我们一张订单可能20-30个不同的客人，你知道，20-30种不同的 skill， 你知道，客人在附加差异化里头，他们愿意付出多一些的代价，我们这样被训练出来的。那像刚刚讲就是客制化，那它就会成本比较高。可是我想那个关键是后来简单做跟系统化，要不然就是
成本会很高嘛，每个都客制，那这个怎么做到的？我常说心要热手要黑，我们实际做的才说你一定要让生产有很多集中嘛哈，那我们把组装地方如何差异化，又能够做成量产，那这里就很多的美感。我觉得我们公司有很多的天使，你知道，那反应之快的，那料号更不必看电脑，而且我们是主动跟告诉客人，就站在客人的视角，譬如是德国的客人，我们觉得德国是 Freeway 最强，所以我们就帮他设计的面板，我们就把它取 Freeway 系列。那还有德国的车很棒，所以我们的面板设计其实都跟车有关系。我们常对客人讲 Intel inside chamber outside， 其实客人到了办公室看到一个整套的系统，那我们就跟客人说，你的 outside 你要有差异化，我们就主动出击。那我们从硬体，从机构件、塑胶件里头，我们想出让客人看起来不一样，就像衣服一样，我们做机构件就像做 ICT 的外衣，我们让外衣看起来不一样，看起来有质感，而且跟客人之间，客人的这个颜色，客人的 size 能够连结。像譬如说这样子的规模化跟差异化，它的利润会差多少呢？20-30年前，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可敬的对手，当时前3大的客人都是这种很大的OEM厂做，那他们都真做得不错，几乎他们的单价都很低。可是我们这是客制化，面板又是我们自己设计，然后我们帮客人提出差异化的面板设计，又帮你做很多的额外服务，让客人选择。那很多东西可能就只有几毛的、0.5的，或是1块，可是你积少成多，每一个差异化加了之后，那这样 Premier 一加上去，当时我们的 margin 其实都有30几%到40%。哦，好棒，不是毛3到4这样子。但是我们是好多，人家可能一个机种一个月客人就下20-30万，我们20-30万可能有30-40个客户，然后有40-50个不同的 SKU， 就少量多样多品种。那像这个做到145亿哈 ，EPS 16.5，真的非常难得。除了说 AI 的趋势嘛，伺服器的趋势，然后你刚刚讲说差异化，但是你们又简单做系统化，还有别的吗？如果我要做机壳机构设计，这个要能够 sustaining 能够永续，我如果没有把很多基础工做好，我们公司做不长久。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公司很虚，你知道？你好客气。这是我危机意识感蛮强的，而且客人也越来越强。客人已经不是只是机壳 PC， 他问到系统的东西，这对我们机构做模具做开，他们不懂，因为太习惯过去的生产模式跟惯。可是现在客人都需要，我今天要的东西，你昨天就想好做好，那个能够动知识跟洞察先机，我们很大的差异，因为我们不是系统的人。继续这样下，前程没有价值，后来选择回台湾。可以讲一下这个回台投资，而且它是几乎嘉义那时候在 COVID 期间最大的投资，可以讲一下这个策略的选择吗？回到台湾，离学校近，还好我们选择在嘉义，那里有几个中字辈的大学，云科、中正大学、辅科、嘉义大学，还有高科大，都是以金属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学校。那这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起点，你知道？所以这也是我们运气不错，就是说在对的时间选到。那时候又是 COVID-19 不能出去，为了这个建厂，我跑了58家，拜访了58家公司工厂，中南部的产业一些龙头，我都去问，到底我们回来台湾设厂会碰到什么问题？几乎到每一家厂商去的时候，所有的老板你问一都跟你答3，说你这边走都有什么困难？你会觉得说，你虽然有担心有忧无惧，就一步一步做。那最关键，我觉得我们在2020年，我去参访一家莱通，他们就在讲他们在导Lean。我们在中国其实有找 Toyota 的顾问来辅导我们的。Lean 是一个生产线的做法。精实其实Lean不是生产线，是所有的流程的精实管理。对，精实管理包括你业务的，包括你设计，包括你也制造，全部是Lean。后来我在参观，就在参访的时候才发觉，中部的企业很多隐形冠军都在上一个Lean的课程。我就觉得，这个才是我想要的，有系统、有方法的，把每一个流程怎么梳理，你知道？那我们就开始上课。
说嘉义厂是哪一年开始决定投资，然后什么时候盖完？2019年，决定投资。那我们4月开始找场地，你知道，然后我们在6月就确定场地，然后我们11月14号就动工，隔年的年底就 B 栋厂房就完成。我们也是应该是创嘉义最快纪录，你知道。那这里头也是参访了非常多的设计师，还有呢，但都是很快的时间，完全不认识的人成全我们。所以我常说我们在嘉义建厂，而且我们设变32次，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凭以前在中国的经验来盖这个厂。但是非常幸运，我们碰到非常好的高人跟贵人一起帮助我们，所以我可以讲说，今天的那个这么好的成绩，除了刚刚讲的说 AI 伺服器的机会，然后还有把这个复杂的东西系统化、简单化，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19年的时候，然后在嘉义设厂，然后这个厂是比较有系统的用 Lean 的方式来管理，然后它也比较是不一样的厂，然后刚好这个量放大了之后，到了现在23、24年反而就可以符合现在的需求，所以这个中美的那个贸易战那时候出货客户要求不能有就是大陆制的，其实是一个危机，也是一个转机。我们这几年的成绩可以就是应该是关键是我们有一个执行力超强的我们的执行长，Corona，对，他是从特助进来，当时他从 Intel 从中国回来的时候进来，从特助后来做到业务副总、采购副总什么，后来做到总经理，然后在詹老师这个金石，他才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公司在永续10年、20年，我们一定要建立系统方法论，而且这要建立方法论里头还要多维度的思考，那这个都是大工程。对啊，其实我看到这个就是从嘉义设厂以后秦城市好像势如破竹，因为从19年到24年它每一年都是100亿以上的营收 ，EPS 都超过7块钱。除了大陆厂之外，然后再加上这个就是嘉义厂很大的成长，能够有这样子的成绩，是这样吗？19到24也是应该是我们公司30多年来投资最多，我们将近投了40亿在台湾，包括我们的办公室。你希望员工格局能大，眼光能远，可他如果每天都是密闭式的这个 partition 里头，他怎么看得出去？你知道？其实是在一个大的波浪，譬如说就是中美贸易战19年，然后我们第一条伺服器回来台湾是广达的伺服器嘛，那接下来比较大的投资真的就是秦城，然后到嘉义设厂。我也听到那时候的翁章良县长跟我讲说，那个马稠后真的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厂商，因为其实就是你看到了一个眼光，然后投入，然后接近了30-40亿嘛，所以是一个很大的投资。像现在因为又是中美贸易战很紧张，现在大家都很紧张，就说我们不晓得那个我们的关税到底会多少。今年就是对等关税来讲压力也蛮大的。那我知道你在马来西亚也有一个投资，可不可以讲这个大危机之下、大变化之下，你可以分享这个马来西亚的投资这个背景跟决策吗？未来我们在考虑新的据点的时候，都会考到那是未来的市场，未来的10年应该是亚洲崛起，所以数据中心可能也会见到。也都会见到马来西亚后来以后到印度啊，或是印尼这些地方的。马来西亚其实最好的一个 location， 因为它那边有比较大的土地，东西就可以用 HB 搬，减少所有人搬运物流的浪费。那我们先从嘉义厂做我们公司自动化的一个训练的场域，一定从我未来这个厂的定位是要新的客人。新的美系客人或新的以后现在的所有 data center 应该都会在东南亚会需求很大，这些东西运到了美国回到东南亚，所以东南亚的 data center 一定需求。所以马来西亚除了对美系的客人，还有一个对未来10年我觉得亚洲市场这是一个起点。所以另外一个我们也希望炼油借兵，我们调度中国跟台湾的一些数位自动化的人，我们在另外一个场域给他们去磨练。马来西亚厂的场域 OK 之后，我们才能够再到美国去做一个量产，因为对人员的需求就会降低。我
我现在要请教的是比较就是创业到100亿之间比较辛苦。我第一个想问的是那个如何找这个跟你一起合作的专业经理人在还没有到100亿之前的烦恼就是我要找人可能也不容易，因为他可能觉得我公司不够大，然后要能够跟你搭配的也不一定能够做得很好，所以可不可以分享这个经验？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中小企业的时候，我们要找专业经理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那你觉得后来到现在你觉得有一个很棒的执行长，这个过程可不可以讲一下？我一直积极在找很多的专业经理人，希望总经理应该换人来做。可是这边缴了真的很多的学费，因为我们都是要对外，所以总经理可能不是这个行业的，可能是外商过来的。那真的要他要热爱这个行业，他一定要去了解流程，了解我们的市场。可是你高阶是要进来卷起袖子来做的，那可能公司对他这没有对错，可能公司对他吸引力不够，他享受权力之一，他不愿意全心投入。那这个中间就要如何优雅的结束，这真的完全没有对错。公司40年里头有几个很重要的，我们高管对公司重大的影响，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第一个10年，我跟我先生、我弟弟我们开始的；第二个是我们可以进入 server 的行业，是这个刘董，他后来到昆山自己，我说那你去设厂，你要自己接订单，所以他接到英业达，接到HP 的生意，这是第2个10年很重要，转到 HP。然后到第3个10年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一个美国总经理是 Anthony 林景和，他也是我们公高人贵。他进来的第1个礼拜说 ，Maggie 清晨有点危险。他说，你看现在 Dell 599送一个15寸的 monitor， 499送14寸的 monitor，PC 的机壳可搞不好也会个位数。一定要转型，不能再做 PC 占这么大量。他说你一定要转 server。以前我只是买卖，我没有一个等于是架构，我要透过经销商，我要透过怎么打自己的 branding。然后我们从那时候开始占98%，到现在我们 PC 占不到35%。那第4个10年就是后来Corona 2013、2013年这样进来，我觉得他因为他有高度。他在 Intel 20几年 server team 都有高，他带了一些优秀的研发人才。我们公司转到 server 里头，真正比较扎根的是他的这个10年，他进来之后，然后从 know how、know why、know what 开始规划机壳，这是很大的转型，真的把系统方法论建立起来。那我们公司是这样，所以这都是一个过程。那我就想请教譬如说。人家会讲说你怎么会那么 lucky， 都在每个10年都有一个昆山的副总啊，美国的总经理啊，还有现在的那个总经理，就说那你怎么带领他们、领导他们，愿意让他跟你？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领导统御，因为我刚刚听你讲，就是把光环都给这些对公司有贡献的人，你怎么带领他们，让他们很愿意为这家公司付出？我每次找这些高管，我都像拜土地公、土地婆一样的心态在拜。因为你讲1句，他们有时候会讲3句、4句，那你都要忍下来，真的，你一定要忍下来，因为他有你没有的长处，你要的是跟你不一样的人，他的长处你没有的，那所以要产生共识，你知道，产生认同，这绝对没有那么容易的。所有的不管高管的同仁，他们需要被认可，那你从让他们有舞台的空间发挥，你知道，对，那我真的是非常感谢。那感谢这些人，你知道，但是这很多的断舍离，你知道，也是在关键的时间要做什么事情，但永远都要记得对方的好。所以当后来我们他退休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也很感谢，你知道，只要记住每一个在过程中大家参与带来的这个成果，就要感恩谢天。然后就是在公司发展的不同的阶段，会需要不同的人才嘛，哈。还有他们我能够像从Anthony 林景和的时候，他觉得人才一定要培养，因为创办者尤其像我们这又是跑业务，你真的是一次做10件事，可是后面的人好像看你跟不上，你就会有挫折感。那不是对错，所以我后来去念台大 EMBA，因为我发觉我要攻坚客人，如何卖产品这一块我很强，什么东西我都可以卖，可是我发觉我没有一套方法。那我讲不会一个系统，我只能讲这个 project 怎么弄，
postmodern 来讲怎么成功。那像我就会很好奇，就是说，我觉得 Maggie 就是很善于用人嘛，哈，然后你也会就是包容他们，然后让他们能够有自己的主张跟见解跟你沟通。那我就会很好奇说，从他们角度，因为他们可能那时候就是新城还比较小的时候，中小企业的时候，你可以找到宏基的大将，你可以找到 Intel 的大将。那从他们角度想投入这里的话，跟你一起打拼，你是给他们的什么样的愿景，还是什么样子的共好？从他们角度，他们选择来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吸引他们的是什么？我觉得都是天佑勤诚，都是时机。那时候美国总经也是，因为我们这么小的公司，居然他谈的需要的价格，我觉得你找人进来，你说多少就多，公司在赚钱就有。对，我都是用这样跟高管，但他们认可，他们就卷起袖子来。然后他有机会回到台湾，我是说要不要进来？你有大公司的格局高度，又对 server 熟悉，我们公司转型需要。但他觉得说特助他做什么？因为在外商都会讲，请你进来，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啊？请我们美国总经理进来，我 make 你 wish 什么？你就是业绩层干什么？我发觉他们会写出，那 make 你是不是要这样？他们类似像我的翻译官一样。而且他们很有逻辑系统协调，我非常庆幸从 Anthony 还有包括从这个 Corona， 他更是，那当然 Corona 刚开始的时候，我常说他3天2头也是不习惯。好，我讲一句他会讲7、8句的时候，3天2头就要辞职，你知道？我就像拜土地婆的心情报他，今天心情好一点没有？因为你一定要面对，如果人真的要走，像我认识 Maggie 姐，因为跟 Maggie 姐一起念台大 EMBA， 很荣幸的是同班同学，就是很多的学习哈。那我就是看你20年，我觉得有一个就是你一个特质，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对客户非常理解，客户关系经营的非常好。那刚刚我也听到，就是说对这些中高阶主管，就是用心带他们，用人，然后用心让他们能够留下来哈。就是可不可以讲一下你对人的理解和敏感，不论是对于客户或者是对于高阶主管，因为你高阶主管，你听起来你没有把它当作说，你是我的部属，所以我付你薪水，那你该怎么做？你还用拜土地公、土地婆的精神对待他们。对客户也是非常理解他们的需要，帮助他们，或者是创造连结，这方面可不可以多讲一点？我觉得苦难是最好的养分，你知道？我常常分享说是，因为我来自云林斗六，我爸是公务人员，我大学政大银行系毕业，我那一年第1个月的薪水，我爸爸在财政局做了这么多年的股长，他薪水只多500块，所以以前公务人员薪水真的很少。但是说，如果是子女有念公立的，就可以有减免学费。那我从小有记忆来，我妈妈真的，你看以前又没有洗衣机，所以我妈妈都在洗衣服，6个小孩，我姐是烧煤球。到初中的时候，我们家里头那个家庭工厂，所以能够拿回来的粘火柴盒、削簸箕、削芦笋、削凤梨，还有粘那个塑胶鞋的，我们家都拿回来，下课都要做这些。那高中3年，我几乎都在帮我妈妈送货。因为我妈绣毛衣，当时外销毛衣很旺，我妈妈毛衣绣得很好，所以说她可以做 demo 做 sample， 那又做小批发，所以我高中3年下课就在送毛衣。那因为别人多绣1件，我妈可以赚0.1，10件就可以赚1块。我下课都是跟我弟弟，就是脚踏车，那2叠的脚踏车，2叠的这个毛衣，然后就说婉仪到了，婉仪你家儿子今天在学校很棒哦，然后就很高兴，就讲说那隔壁的谁的那个丽华阿姨也可以做。我的很多的客人就是这样，我妈妈很多的客户都这样，我下课就这样一个一个送货送的都是你跟人相处，你那个同理心跟观察，还有他们都有很喜欢，你就多问人家的，问他的发生什么事情。只要好事，你讲给父母听，他都好高兴，然后生意就会多一点吗？不是，他就会帮你介绍人，他就介绍新的可以帮我妈妈再接手，所以就从小就是这样帮忙做这些。后来我大1那一年，我妈妈得 cancer， 我兼了两个家教，负责弟妹的生活费，所以就变成你会觉得苦难是最好的磨练跟养分，你知道？我爸爸喜欢打麻将，所以6日打麻将，那我6日是帮我爸爸去教牌脚的。以前
我们需要钱的时候，我爸打麻将会赢钱。后来我们退休之后，我们都毕业，我爸就开始输钱还债。但是那时候我妈妈都要做手工，所以你还要帮他们安排吃的。那当时就是譬如芝麻会有冬饺，就有那个钱，你就要把那钱去买便当或买什么。可是如果我爸爸赢钱，隔天就没有人陪我爸打，所以你还要如果收了100块多，你就要去帮他买排骨面啊或什么。然后如果爸爸赢太多，你就要再多一个那个花生汤、甜汤，就是你会，我觉得是环境让你说家里头这些做，那人家进来家，我觉得说让人开心，让人觉得他是占便宜的，他没有吃亏，他没有吃亏，他跟你交往是对，你就要将心照顾这样。对呀，所以就从小就是这样帮忙做这些，你觉得没有是天生幸运，你真的就是你多付出一些，很多善念起贵人现，你知道，你需要的时候就很多贵人出现，所以这也是我从小这样起来，然后到台北来。以前我的客人都以为他只有一个客，我只有他一个客人，我可以忘记所有的什么先生，我们的先生生日或结婚，但我客户什么结婚周年啊、生日啊，他的孩子什么小孩喜欢什么，当时所有笔记都记起来，你就会很关心，就是把他当作家人。所以我跟我的客人之间，大部分都会保持很好的关系，你知道。可不可以再举一个例子？譬如说，你对其中一个客人，你知道他需要什么，然后你花心思让他觉得被感动，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有3次公司都有快要发生危机的。好，我先讲第一个客人了哈。第一个客人是我们那个 Capro， 我觉得他是我们的大贵人。我们第一张订单是他，可我们那时候真的没钱，而且秦城刚开始还负债。那时候我们公司还很小，4家公司租一个40平的房子在绍兴北街。那我跟客人说没有钱，你知道不能押汇，因为跟中钢买材料需要现金。他说那你需要多少 TT in advance？ 应该是我的脸看起来很 innocent face 的这样很诚实。然后他就回去就跟公司讲，全部 TT in advance 就50万美金，就这样。我们第一个大客人，他是4个1941年 MIT Double E 开的公司，当时比 IBM 什么这些都还大。老布希总统打波斯湾战争 ，Portable Computer 这家公司做，结果他4个创办人之一，他就真的，因为没想到我们的东西居然这么便宜，以前在美国做的，然后发觉什么都不懂，所以第一个蓝图你知道，我们是用 IBM PC 逆向工程做的一个 IBM PC Compatible Case， 我的客人就这样子，然后一路这样成长。后来我们有德国的客人 Escom，也是一个，他是从 piano player， 结果他想做贸易，然后我们那时候有瓷片盒，他从瓷片盒里头就买了很大量在德国。后来说还有什么 case， 我说我们有 PC case， 他又买塔式 case， 到最后他说还可以做什么？我说那你还可以再进口 motherboard， 再进口 power supply。他那时候其实我们有2个很大的客户，都是我从小做到德国第一、美国第一，都一直希望我做他的 partner， 一起做他的 IPO。那就这样，客人都做到全欧最大的电脑公司，但是也看到 IT 行业是最容易让你非常赚钱，也容易让你这样。像当时我们 Mail Order 最大的客人，当时比 Dell 这些都还要大，对，他也是所有的机箱都跟我们买，我们从1年1000台到2000，然后也是他要找什么资源 motherboard， 其实我的客人需要什么 resource， 我都会去找，我介绍台湾哪几家公司，我的客人都是这样。他缺什么，我帮他找什么。也是刚刚讲那个特质，就是 Maggie 很会连结嘛，哈，然后让大家共好，所以这些重要的大客户，你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了解他们的需要，然后介绍他们需要的厂商或客户来帮助他们成功，是用这种方法来服务客户吗？对，就是连结我觉得利他是最好的利己，你知道，我都是让帮客人解决。而且这些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训练自己的能力。你这个别人有需要，你能不能清楚讲出别人的需求，又能够帮他找到对的窗口，然后能够产生 synergy。那这样你也别人好，你就开心，你知道。我也很谢谢 Maggie 姐，就是说，我记得，我刚当执行长的时候，你跟我讲一个管理很重要的事情，我还印象蛮深刻，我也觉得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小善是大恶，然后大善是无情。
好，这个是做 CEO 或做管理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吗？如果因为大部分的人在管理或是领导人没有当面去跟你的同仁去讲，这个的问题都是没有当面很真诚的、很具体的讲出来，然后背后才说你看都这样，你一定要小善乃大恶，就是说，他犯错的时候一定要很具体清楚的告诉他，然后当面告诉他，你知道，那他本来有50% 的那因为被你要求具体讲的时候，他会提升。可是当他犯错的时候，你去摸头说我知道你很辛苦很忙了，别人要求过高，你这样敷衍他，你安抚他，其实他不会警觉自己有不足的地方。那大善事无情的时候，如果他有60%的资质，如果你跟很具体的告诉他说你这有什么问题干什么的时候，他如果能改，他的搞不好以后的发展是70-80分，你知道，所以这是被要求出来。主管其实在沟通表达跟真诚的对待，因为公司的成长现在只有最好的最强的才能活，一般般的会死得很惨，你知道。训练自己的表达沟通能力，我那时候常常有时候同事犯一个字名说，我实在很同情你犯了这个错误，但是不能原谅标准怎么这么低这讲的时候，这佛度有缘人，如果是这个人是可以激发的潜能的人，有羞耻心的人，他去改，那就是他的福气，也是公司的福气，因为这没有对错。但我觉得今天只要说是进勤诚的门，你就应该有哪些地方就应该要具体去讲。对主管也是这样，对主管这样，我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知道？那接着慢慢，我觉得我们的执行长也是一样，他自己后来发觉，真的你就是要盯，就是他发觉所有我们的客户里头，非常好的客户、成功的客户，全部都非常 demanding，很 soft 的，就是一片祥和，那就是一般般。可是非常 demanding， 速度很快进，这些公司都非常 outstanding， 等于是一群价值观一样的人，在高速公路跑步或是走路、开车，你就一样往目的地。那太慢或是不能接受，他就自动下车，这没有对错。所以我一直觉得说，这个管理的精髓，你主管要负很大的责任。所以这里头也会看主管带的人，如果他不能要求下面，不能具体要求下面表达他的期望，他下面不会有强将。那对方可能防卫心很强的时候，你自己管理能力又不足的时候，那你怎么化解呢？这个真的是全部只有一句话，练修行。因为你跟他讲，他就说没有，我做得很好，或者是什么，或者别人什么问题，或者很会分析问题，但拿不出办法。通常你会怎么做呢？像如果有碰到这样的话，真的凡事过山就要想办法，因为市场无情，客户无情，你公司不够好，你公司不够强，客人不会原谅你的错误太多次的。你真的事不过三，你知道，大家都是成熟人了，你就要成熟的方法做，你要对自己负责。如果对自己不能负责，不能认清自己要什么的，我们的主管不能花太多时间去摸这些人的头，你这是浪费时间。然后我还有看到，就是这20年来，我就看到 Maggie 姐就是说，就很愿意学习，很喜欢学习。像我们天下经济论坛 Maggie 姐就是冬夏季都来嘛，那不止这个，譬如说你刚刚听到说，你听到詹老师在做这个令或是什么，就会很愿意学习，根据公司的需要不断的成长，然后有一个很强烈的学习的动机。你觉得一个领导人喜欢学习，他是对他经营事业的好处或条件是什么呢？我觉得这真的是市场变化太快，过去的成功绝对不能代表你未来会成功，所以你越在外面跑，你的危机意识感会很强。我们很多地方不够好，所以你如果没有再从外面更大的格局的视野来看我们 inside 的，我们自满，我们怎么被淘汰的都不知道。而且现在当企业主，你真的是无限责任，不是只有你好，你有那么2000多名的员工，然后多少家庭跟着你，所以大家都要一起共好。这是我觉得说，我如果自己不能抓到这个方向，你知道，所以一个公司要永续 sustaining， 其实有3个重要，就你要爱、知识、利他。爱就是你一定要永远保持对生活、对人事的热情；知识是不断的学习；利他是
做所有的事情全部是利他是最好的利己，站在客人的角度想事情，帮客人解决问题，这是你的能力会不断的提升。我觉得这3个是很重要的。那最后我就是想请教 Maggie 姐，就是说，就是我知道你对文化很有兴趣，可以讲一下，就是说，就是很多人做 ESG 都会跟他自己的兴趣有关嘛。好，那我觉得形成在这个除了做生产制造以外，你也很有兴趣，或是很愿意帮助这些可能需要帮助的文化人，然后给他们介绍很好的客户，或者是有舞台，或者是有让更多人被看见。可以讲一下你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情吗？因为我常常在国外跑，你知道，那你看以前跑欧洲的时候去科隆，客人会带我去看科隆，已经做第3代的刀叉，然后去到那边，他们有100年的建筑物，什么科隆教堂，然后去如果跟我去，一个工程师，他们小孩都有4、5种语言，还会好几种乐器，可以讲很多这些。那我每次说，我出去我在讲台湾，除了讲我们的技术、我们的产品之外，我还能多讲什么？还有客人来到台湾。除了开会、展览之后吃饭，还有什么台湾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是从台湾在这边生长，我们一定有这边的元素，让我们养成这个样子。所以我每次说，我希望客人来到台湾，你知道，不是只有吃饭。我每次有 VIP night 或者我都会希望给艺术团体一个表演机会。那所以我每次希望客人来到台湾，我都要讲台湾哪个好的地方，文化还有表演。因为我觉得现在人在沟通的时候，你不能只是照本宣科啊，你一定要有你自己说故事的能力啊，讲一幅画讲，因为说故事的能力是很重要，你才能影响、能感染。那你讲台湾的好，我们会是带客人去看歌剧、去看表演，这是台湾的元素，台湾的歌仔戏什么？我觉得希望我们的人能够对台湾运营，所以我后来在云林艺术光年的时候，我说能不能会家乡地图？因为我在斗六长大，人家问我去科隆去哪，人家讲他家乡几百年有什么节日做，我都讲不出我家乡有什么节，有什么古庙干。所以我在2013的时候开始云林艺术光年，我就有个要求，严阳说我们合作着让所有小孩子去画家乡地图，家乡地图而且要表演，你知道，因为只有大家对土地有认同，对你家乡认同，你知道强的不是什么都是新的，我旧的东西如果不，但你要用表达艺术表达的方式或歌唱的方式，让大家有认同，你知道，然后才能在这个底。所以我在那情况，我对艺术家，真我觉得能够艺术家20-30年只做一个釉里红，像青花釉里红的王新竹，我还帮他印画册，印1000本送到全世界，因为这已经是断代绝学。好，在他的精神，我都觉得艺术家的精神是我们在做 IT 人需要学习，而且那个美学就像我们的机壳，不是只是机壳。外国讲这个为什么这功能键要这样子，你要讲得出那个美感啊，这个东西。你如果不过跟艺术文化接触，你只会画图，你只能工程师，你知道？你现在一定要跟艺术结合，你才能是变成被人 respect 的技师，你知道？或是发明家，你知道？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希望客人来到台湾，我都希望带他们看不一样的台湾的特色艺术人文。谢谢 Maggie 姐给我们这么丰富的故事和经验，有策略、有想法，也有很多人性的故事，还有管理的诀窍。我自己个人就收获很多，希望大家听众也会觉得收获很多。非常谢谢大家，欢迎下次再收看《破风者》。在变化越来越快的年代，经营企业不再只是追求规模与速度，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长期的耐心和选择。从陈美琪的故事，我们看到好的经营不只是会做产品，更是懂得带人，愿意放手，也愿意走到世界。这些年呢，秦城从创业走向世界，靠的不是奇迹，而是长期的信念和一步一脚印的实践。谢谢你收看这一集的破风者，我们下次见。